乌木烂心了，挖掉烂心，掰叶片叶插，收获多头乌木和幼株。在养乌木期间，难免养的乌木不会出现问题。由于乌木观浮特殊，在浇水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。要是在浇水的时候不小心将水浇到叶心里面，没有及时将叶心的水吸出来，很容易让乌木叶心腐烂。就有花友家里养的一盆乌木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但是一次浇水，把水浇在叶心里面，也没有及时将叶心的水吸出来，没多久，乌木的叶心就出现了腐烂现象。看到乌木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后来还是经过肉友的指点，对乌木进行挽救，不但把乌木救活了，还收获多头的乌木和乌木幼株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将上面这位花友的挽救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希望对养乌木的朋友有所帮助。挽救工具。确定挽救乌木之后，首先要准备挽救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工具，比如美工刀、鱼线、多菌灵粉末、新的叶插花盆、新的叶插土壤，这些材料都需要提前准备好，避免在挽救的过程到处找。挖掉叶心。由于乌木的叶心已经腐烂了，没有其他好的办法，只能将乌木腐烂的叶心挖掉，同时要挖干净，一点腐烂的部分都不能留在植株上，否则还会继续腐烂。在挖乌木的叶心之前，可以用鱼线缠绕腐烂的叶心，然后用力拉鱼线，就能轻松将腐烂的叶心撤掉。当然，扯掉腐烂的叶心只是第一步，关键还要清理腐烂的茎秆。接下来可以用消毒的美工刀，将乌木茎秆腐烂的部分一点点切掉，直到露出健康的茎秆即可。掰叶片。为了不失去乌木，给乌木留种，在乌木植株上挑选了一些叶片用于叶插，即便乌木没有挽救回来，有了乌木叶片，只要叶插生根出芽了，就有了新的乌木植株。所以从乌木植株上挑选一些健康的叶片，并且用鱼线缠绕，将叶片从母株上分离下来。等到将叶片掰下来之后，就可以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，耐心等待乌木叶片伤口晾干。切记，不要直接放到直射光下，否则叶片伤口会晒干。另外，将乌木母株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，同时在伤口处撒上一些多菌灵粉末，用于消毒杀菌。在养护期间，不要让伤口沾水，否则还会腐烂哦。接下来，耐心等待乌木母株长出新的嫩芽。叶插盆土准备。有了乌木的叶片后，接下来需要准备叶插用的盆土。叶插花盆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只要花盆感觉足够大，要透气透水。叶插的土壤可以自己配置，可以选用泥炭土，然后加入少量的颗粒，充分搅拌。要多点营养土，有利于发根。等到土壤准备好之后，可以在土壤表面喷点雾，保持土壤有潮气。要是土壤太干燥，不利于叶片发根。叶插过程。乌木的叶插过程跟其他多肉叶插相似。首先将准备好的叶插土壤装到花盆里面，然后抖动花盆，让土壤表面平整。接下来将晾干伤口的叶片斜插到土壤中，叶片背面靠着花盆边缘，叶片不要插太深，只要让叶片基本与土壤有接触即可。当然也可以将叶片摆放到土壤表面，叶片背面朝下，正面朝上。等到将乌木叶片叶插之后，将叶插盆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，不用放到直射光下，同时要保持土壤有潮气。乌木叶插生根周期长，相比其他多肉品种，乌木叶插出芽率没有那么高。不过经过差不多个把月的等待，终于看到叶片上的嫩芽了。等到乌木叶片的根系有1厘米左右的长度，就可以将根系埋入到土壤中，然后可以给点散光，让乌木健康成长。如果乌木的叶片是摆放到土壤表面，千万不要没事将叶片拿起来看，会影响叶片生根出芽几率。乌木叶插好了就不要轻易去动，只要耐心等待即可。1年多时间后，乌木的叶片也出芽成株了，母株也长出多个嫩芽，变成多头的乌木了。有时候多肉烂心也不是坏事，只要及时发现，及时挽救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既然提到了乌木浇水不当引起的问题，那么就分享一下乌木的浇水方法。乌木浇水。乌木浇水除了避免浇叶心之外，一般还是以偏干为宜，只要盆土不是特别干燥，一般不用急着浇水。
而且，除了夏季宜在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浇水之外，春秋冬三季一般都需要在中午气温相对较高的时候进行。但冬季气温较低时，尤其是乌木的生长环境温度低至5°C时，要及时断水，以免影响植株顺利越冬。对于刚从市场上购买回来的乌木，上盆后宜浇一次透水，而且一般要多浇水。对于植株恢复正常生长之后，浇水要等到盆土出现7、8分干燥时及时进行，而且同样宜浇透水，但同时也要避免浇水过度而造成盆土过于潮湿或积水，否则可能植株的根系在盆内会出现烂根的现象。此外，盆栽多肉乌木当小苗长到7至8公分左右高度且生长稳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浇水方法进行补水了。而对于高度更矮的小苗而言，往往宜多浇水，因为这样可以促使幼苗更好的萌发根系，同时促进根系的生长。希望以上分享对新手有帮助，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更多养护经验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